你敢相信嗎？你看到的竟然是假宇宙。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瞬間，在一個繁星滿天的夜晚，你抬頭仰望星空，感嘆宇宙的浩瀚和永恆。但如果我告訴你，你眼前的這片星空其實是一場跨越千万年的幻觉，我們看到的竟然是一個假宇宙，你会怎麼想？別誤會，我不是在搞什麼陰謀論，也不是說我們生活在黑客帝國的矩陣裡。這其實是一個硬核的物理學事實。事實上，此時此刻，你眼睛捕捉到的每一缕星光，都是那些遙遠星球在幾萬年、幾十萬年，甚至上億年前發出的遺言。當你看到它們的時候，那些發出光的本體可能早就已經爆炸、坍縮，甚至徹底消失在虛空之中了。先問大家，如果此時此刻太陽突然熄滅了，你覺得地球上的我們要过多久才会陷入黑暗？是立刻還是1秒鐘？我告訴你，答案是8分20秒。也就是說，在整整8分多鐘的時間裡，我們依然能看到太陽掛在天上，依然能感受到它的溫暖。但這8分鐘裡的太陽，其實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幻象。這種現象在宇宙中無處不在，因為宇宙中存在一個絕對的速度上限——光速。光速大約是每秒30萬公里。這個速度在地球上看起來快得不可思議，繞地球赤道一圈只需要0.13秒。但在動輒以光年計的宇宙尺度面前，光速簡直慢得像蝸牛爬。我們常說眼見為實，但在宇宙尺度上，眼見的一定是過去。我們從近往遠看，離我們最近的月球距離地球大約38萬公里。這意味着你看到的月亮永遠是它1.3秒前的樣子。當你对着月亮許願時，月亮其實已經過完了這1.3秒。再遠一點，太陽距離我們1.5億公里，光要走8分鐘。所以，我們看到的永遠是8分鐘前的太陽。如果太陽系裡有個外星文明住在海王星上，他們看到的太陽則是4小時之前的。這種時間的錯位，隨着距離的增加，會變得越來越離譜。走出太陽系，離我們最近的恆星系統是半人馬座阿爾法星，距離大約4.2光年。也就是說，你現在看到的它是2022年时它发出的光。再往遠看，北極星距離我們大約323光年。你今晚看到的北極星光，其實是清朝康熙年間發出的。當那束光離開北極星時，瓦特可能還在改進他的蒸汽機，而我們現在才接收到它。這種感覺是不是很奇妙？夜空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檔案館，每一顆星都在向我們展示不同年代的歷史切片。但這還只是開胃菜，我們把目光投向更深邃的宇宙。你聽說過仙女座星系嗎？那是離我們銀河系最近的大星系，距離我們大約250萬光年。這意味着，當你望向仙女座星系那團模糊的光暈時，你看到的其實是250萬年前的景象。那時候，地球上連現代人類都還沒演化出來，我們的祖先南方古猿還在非洲大草原上思考怎麼直立行走呢。所以，當我們談論宇宙的現狀時，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，因為宇宙太大了，大到沒有任何信息能夠及時傳遞。在物理學上，根本不存在一個全宇宙統一的現在，每個地方看到的現在都是其他地方的過去。這時候你可能會問了，既然我們看到的都是過去，那我們能不能看到宇宙的最早時期？答案是能，而且我們正在這麼做。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們要斥資100億美元把詹姆斯·韋伯空間望遠鏡送入太空的原因。韋伯望遠鏡本質上就是一台時間機器。就在2024年和2025年，韋伯望遠鏡刷新了人類的觀測極限。他發現了一個代號為 JADES-GS-Z14-0 的星系。隨後在2025年5月，又確認了一個更遙遠的星系，暫定名為 MOM-Z14。這個星系的紅移值達到了驚人的14.44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這意味着我們看到的這個星系是它在宇宙大爆炸後僅僅2.8億年時的樣子。你要知道，宇宙現在的年齡是138億歲，我們看到的這個星系就像是在看一個剛出生幾天的嬰兒。當這束光開始它的旅程時，地球還沒影子，太陽還沒誕生，甚至連銀河系都還在孕育中。這束光在漆黑荒涼的宇宙中奔跑了135億年，
跨越了無數的星系，最後撞進了韋伯望遠鏡的鏡片裡。這就是宇宙最迷人也最令人絕望的地方。我們越是努力向深空看去，看到的就越是古老的過去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宇宙只有138億歲，光速又是恆定的，那我們能看到的最遠距離是不是就是138億光年呢？如果你說是，那你就掉進坑裡了。事實上，我們能看到的可觀測宇宙的半徑大約是465億光年。等一下，138億年怎麼跑出了465億光年的距離？光速超標了嗎？其實不是光跑快了，而是宇宙長胖了。宇宙一直在膨脹，而且是带着空間本身在膨脹。就像你在一個正在被吹大的氣球上畫2個點，這2個點之間的距離增加，並不是因為它们自己在跑，而是因為氣球皮在延伸。在光往我們這邊跑的這130多億年裡，它身後的空間一直在瘋狂擴張。結果就是，當這束光終於到達地球時，當初發出光的那個星系，現在已經跑到距離我們465億光年的地方去了。所以我們看到的宇宙不僅是過去的，而且還是一個被拉伸過的宇宙。這種膨脹還帶來了一個更讓人唏噓的後果，宇宙正在變得越來越孤獨。因為空間膨脹的速度在遙遠的距離上會超過光速，別緊張。這不違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因為是空間本身在膨脹，而不是物質在空間中運動。這意味着有些遙遠的星系發出的光永遠也跑不到我們這裡了，它們就像是掉進了地平線之外，永遠與我們失去了聯繫。現在的宇宙雖然看起來星光熠熠，但實際上絕大部分的星系已經跨過了那個不可追回的門檻。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它們留下的最後殘影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個荒涼的平原上，四周散落着無數盞正在遠去的燈火。有些燈火已經熄滅了，但光還在路上；有些燈火還在燃燒，但它們遠去的速度太快，光永遠無法到達你的眼睛。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實，一個由無數延遲的影像組成的假宇宙。講到這裡，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壓抑，宇宙這麼大，光速這麼慢，我們看到的都是過時的信息，甚至很多星星早就死了。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悲觀？其實我覺得反而應該感到慶幸，正是因為光速的這種限制，宇宙才給了我們一個觀察歷史的機會。如果光速是無限快的，如果我們能瞬間看到宇宙的所有角落，那我們将永遠無法得知宇宙是怎麼起源的。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延遲，我們才能像翻閱相冊一樣，從近處的恆星看到中程的星系，再看到宇宙初期的第一縷曙光。我們看到的每一寸星光，都是宇宙寫給未來的一封情書，記錄着它曾經的模樣。雖然我們無法探知宇宙此時此刻的真實面貌，但我們卻擁有了跨越100億年的視野。這種跨越時空的連接感，難道不比蒼白的實時畫面更令人震撼嗎？宇宙很大，人生很短。我們在這個滄海一粟的藍色小點上，通過這些微弱的延遲的星光，竟然勾勒出了整個宇宙138億年的演化史。這本身就是一種屬於人類的奇蹟。花開花謝，星起星落，宇宙中的萬物都在遵循着大自然的規律，誕生、發光、消亡。我們無法改變光速，也無法阻止宇宙的膨脹。但正如我開頭所說的，真正值得珍惜的，其實就在當下。當你放下手機，抬頭看向夜空，請記住，你看到的不僅是星星，更是時間本身。雖然那是過去的幻象，但你感受到的震撼和敬畏，卻是此時此刻最真實的財富。珍惜眼前的人，珍惜已經得到的美好，因為在宇宙的尺度下，所有的現在都會變成過去。唯有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愛，能在文明的記憶中留下永恆的烙印。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喜歡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哦。